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两会的时候啊，代表委员热议的其中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啊，以前呢提高过2次，800提高到1600，1600提高到2000。可是最近这1-2年，大家看物价这个涨的，居民消费支出也多，所以这个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呢是非提高不可的了。那么两会前后呢，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呢，都多次提到，现在个人所得税这块一定要调整，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一定要出台。那么咱们老百姓都等着呢，尤其是工薪族啊，每个月你看扣除2000，剩下都得交税，有不少人也心疼。因为你看那大款，他有的是钱的，他不在乎。但普通老百姓呢，你说这个一个月要多交个400、500、600、700的这个税钱，咱们有时候也觉得心疼。所以这个人所得税的原则呢，咱们说能少交点就是点。谁不想省2钱多花花？所以咱们对于个人所得税法这次修正案是翘首以盼。这不是前几天，今年4月22号，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案呢出台了。此次的草案拟将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免征额，由现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统计显示，调整后88%的工薪阶层人群将不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呢，审议通过的过程当中，一审没有通过。那么这个草案出台以后呢，老百姓一看草案内容，大失所望。怎么大失所望呢？因为这个草案里是这么定的，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呢由原先2000提到3000，然后呢在税级上扩大了5%、10%的适用范围，取消了15%和40%两个税率，把40%呢并到45%那里边去。说为什么说老百姓大失所望呢？因为仅仅提高1000块钱呢不解渴，你这2年通货膨胀是物价涨的。另外呢，税率设定本身呢也有一些问题，由原来9级改成7级，所以这个草案老百姓看了之后呢有点大失所望。那么说这个大失所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咱们可以一个个说，比方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块钱，说3000比原先涨了1000不少了，不当事儿。为什么不当事呢？本身这种设计就不合理。咱们有的政府部门对外宣传啊，我们这次是把实惠给老百姓，藏富于民，我们这回是这个等于是事实做到了减税，这根本就不叫减税。你这个物价上涨了，个人所得税相应的起征点就该提高，这是正常该提高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减税，就是你应该这么做的。减税是指什么呢？政府把一大部分利益给老百姓，这叫减税。你这个通货膨胀提高了，你相应这一块就应该有所变化，怎么呢？这就比方说我借给人钱和白给人钱是两回事，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人说那3000比2000这多高出1000来，这不也算实惠吗？我给大家算笔账，个人所得税要根据什么来征收呢？世界通用的一个原则叫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不征税。就什么叫起征点呢？比方咱们原来是2000块钱起征点，好，那就是2000块钱呢是咱们这个人均的消费。那么2000块钱呢以内呢不征税，2000块钱以上那个征税，所以这叫起征点，也叫免征额。那么这次定的3000，这3000是不是我们居民那些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呢？咱们给大伙分析分析啊，是不是？你看看咱们基本消费支出是靠什么统计的？咱们比方说这个咱们统计部门啊，到城镇老百姓家里，你一个月生活消费支出多少啊？他有人告诉你我支出多少多少。这里头的统计数字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一个月我要挣10几万20几万，我有钱，可是呢别人问我你月挣多少钱，你说我能说这些吗？中国人是藏富的，再说我说出来人看我有钱再算计我再绑架什么，我可害怕这个。
咱不能这么干。所以别人问你有多少钱的时候，你一般不肯实话实说，这人之常情。那么人来问你，你一个月个人花多少钱呢？你说如果你说我这个一月挣10多万，我个人花8万，花8万，这不等于露底了吗？跟原先那个把自己收入报出来不一样了吗？所以高收入群体一般面对统计的时候，他不肯实话实说，所以他会往低了说，往低了说，你这统计数字就偏低了。本来说该挺高，平均的5000呢，这一下平均拉低到2000，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有不少的家庭呢，你比方说你一个月的消费，你要养活家里不少人，你说你一个月挣的这些钱，要是2条腿吃个肚子就管自个儿，那比方几千块钱挺多。那家里假如说老婆不上班，孩子正在念书呢，你要均摊到他们身上，这个消费水平不就直接下降了吗？人均支出就摊薄了，所以你拿这个人均消费支出一摊，那么会更往下低吗？所以这个人均消费就更往下降了一块。那么还不光这个，还有很重要的，比方说这个咱们有的在城里上班这些人，他这个钱不光他自个儿家里花呀，农村还有老人呢，你得管着农村的老人呢，所以这些赡养性费用没有在统计当中体现出来，这又进一步拉低了整个的居民基本消费支出。再说还有一些隐性的消费你没法统计，你比方说这个孩子的择校费，这上幼儿园的赞助费，有个病给大夫的红包，这都是隐性支出啊。但是别看是隐性，是刚性的。你说孩子上好学校，你不交赞助费能行吗？家里人有病了，你不给大夫红包，你心里能托底吗？所以这些消费都没有被列入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当中。那么按照国际惯例呢，人家别的国家也这么统计过，有的时候高收入的也不说实话，低收入的由于人口多，还有赡养的人什么给摊薄了，也不符合真实的该基本支出的消费。那么有一些国家呢是按照这个，就是广泛来讲不能面面俱到了。比方说我这2000块钱免征额，那么把这些呢统计不到的地方呢，有可能造成增长的地方，我再给你抬高500到1000，比方再抬高到1000，基本消费是2000，那我再抬高1000 3000，把3000作为免征额，这是世界上不少国家通用做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我获得的这个收入我是有成本的，比方说我当了会计师了，之前我参加会计师考试，我费那么大劲又交学费，有什么有成本的？我每天上班我得开车吧，有油钱，或者公交车打的有费用，我万一有病了我得到医院自个儿看病吧，那医保不能给我报那部分我得自个儿拿吧。所以这些都是你获得这些收入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个成本的费用应该计入到你基本支出当中。就比方说我为了挣这3000块钱，我自个儿可能得花500块钱，那么其实我实际收入是3000减500 2500，你不能把那个也算成我的收入吧。所以按照这个，有的国家在收税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也该统计，所以在这个原来的免征额基础之上呢，再因为获取这些收入的成本费用再往上加500到1000。比方我刚才说2000提高1000，把那个统计漏掉的那些部分介入，这3000为获得这3000收入的成本支出呢，再加1000 4000，就是2000是基本生活费，加到4000作为免征点。有人说那照你老梁那么说，原先2000，这回4000就对了，3加少，那还不止那些。咱们知道2010年咱们城镇居民平均的基本消费支出就达到了一个人2173块钱，已经比那免征点2000块钱多了。也就是说这几年随着物价持续上涨呢，那2000根本不能真实的反映免征额度。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年还按这个交税，我们已经多交了好多税了。那么你在新的这个起征点当中呢，就应该把原先多交的退还给老百姓。怎么退还呢？把额度进一步提高，未来少交来还以前多交。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知道现在 CPI 指数都到 5.4 了，那个通货膨胀看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很难马上得到遏制。也就是说现在基本消费你要定3000的话，每2年就得巩固到5000，这物价涨成这样，所以你还得把未来预期给调整进来。因为你公布这个时候不还接着收税呢吗？
公布之后它不还接着涨价呢吗？你得把这未来调整预期进来，加上以前欠账多收的得还回去，再加未来增长的你有可能多收的，两项合一块还应该至少再提高1000块钱。所以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咱们现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起码得提高到5000块钱，你现在是3000，大伙儿算算，这等于多出来这2000块钱，将来这征收的话又会向老百姓多征税。其实这是自然调整的，而且3000根本没调整到位，就你应该做的都没做到位，完你说成这是我爱的奉献，说那大伙儿能接受吗？这不叫减税，真正的减税是还利于民，你给老百姓让利于民，你根本不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该调整的你不调整，一旦调整还说我做的对，就像咱们说这个老师啊不能随便收学生礼物啊，不能向学生这个索要金钱，把这个有的学校当成准则了，这对吗？你当老师你怎么能随便收学生钱呢？这是个基本准则呀。所以现在这老师没收学生钱，哎呀，模范教师，你看他反而成模范了，还你这哪说理去？所以这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案当中啊，免征额度由原先的2000提高到3000，远远不解渴，没有调整到位，更谈不上是减税，更谈不上是藏富于民让利于民。那么不光是我刚才说这个，包括税制这块也有问题。你看咱说取消15%和40%两个这个税率，扩大5%跟10%征税，你听着好像哎呀把高的取消了，扩大这个低税率的，这老百姓得好处了，不是那么回事。咱们相关的部门呢给这个个人所得税法这个修正案呢，这个3000这个9级税制改7级税制呢做了一个相应的解读。这个解读咱一说老百姓就明白，比方说啊，他按这么改呢，确实低收入者的少交税了，中等收入者的等于平平，没捞着多大实惠，但是高收入者的一下多交税了。有人说那咱本来个人所得税不就调节税吗？高收入就该多交税。大伙儿注意，高收入你可不要以为高收入是我们理解那大款那有钱的老板，那个叫真正的高收入。我说这高收入是什么呢？是工薪高收入，就是我挣的再多，我一个月挣2万3万，那我工资条上写着呢。你等那些大老板，哪怕他真就是公务员，工资条上写着多少钱，背后隐性收入你没法查去。还有的企业那老板，你看收入上千万上亿，那才叫高收入。咱们社会当中有一些人在单位里头，比方说公司里边一个月开2万多块钱3万多块钱，这样的人往往恰恰是公司的骨干，靠本事挣钱的。你看他一年加起来挣20-30万，挣到40万，好像不少了。那真跟那有钱大款比，那哪儿到哪儿去呀？而且人家这个钱，我说实在的，凭自个儿本事挣的，卖力气挣的，血汗钱，就跟你低收入者去扛大包干什么挣的钱性质本来是一样的。真正的一些高收入什么呢？就特别有钱那个，靠资本挣钱去，他不用费力气了。还有的挣黑钱的，贪污受贿，利用资本市场的漏洞，他那儿赚老百姓的钱。像这样的人，这属于真正高收入，必须得调解的，这是。所以这次改造这个税制，人家给解读，以9000块钱为例，比方说你每个月呀，你的收入啊，所有都算上，在9000块钱以下，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新的这个修正案呢，你确实少交税了，得少交好几百。那么你收入要是一月收入在9000到2万之间，那么你基本上呢没少交多少，差不多给你钱。但是你收入要在21500块钱以上一个月，那么你交的税比过去多了。我说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吗？就所谓中低收入者2万块钱以下的确实得到实惠，只不过有的得的多，有的得的少。可是2万块钱以上的那些收入者，他反而比过去交税交的多了。你别看说取消15%、40%，那40%那部分要并到45%最高税率里边，所以必然高工资收入的人一下多交税。所以这一下等于他多交那部分和这边少交那部分基本公平，差不多。
就说呀，我现在说要减税，让少收老百姓点，好，我把这部分老百姓少收，但那部分老百姓我多收，像给勾平了，这怎么能叫减税呢？这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将来就会形成什么呢？真正的中国社会中产阶级，这税没头了，越交越多。因为我们说月收入在2万块钱以上的，在中国得算中产阶级，但是2万块钱以上的，咱说他年收入如果在比方说这个100万以下的话，那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阶层。那么按道理来讲，中产阶级是咱们中国社会一个很宝贵的阶层。它宝贵在哪儿呢？这些人往往有知识有文化，凭力气挣钱，不是那些挣黑钱的人。而这些人呢，文化水平对社会认知度还都够，他们是推动社会向民主文明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么这一部分如果社会不去保护它的话，咱们现在不有说法吗？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级，北京上海哪儿说你一年挣100万不少了吧，100万搁到房产上能算啥呀？在北京上海你能买什么？买房子基本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所以说有人说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如果被消灭了，整天也成房奴为生计奔波了，那么他们究竟能有多少时间用来关注这个社会，推进这个社会民主和文明呢？所以中产阶级西方实践证明是推动社会民主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现在我们这社会别的且不说了，你从个税这块就把这些人当作可以欲取欲求的，可以任意鱼肉的阶层，多收就多收了，无所谓，反正底层老百姓多收点活不下去了，你这多收点还能活下去。要这么想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中产阶层早晚得会被各种各样的政策给压垮。咱们现在不就有的中产阶级海外移民挺多吗？有的是嫌这个中国的教育不行，有的嫌投资环境不行，就有一部分人觉得中国这个税负政策对中产阶级不公平。那么这些人大量移民的话，我们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就缺乏了一种最具推动力的力量。所以眼下这次个人所得税调整对中产阶级非常不利，收入在2万块钱以上的，咱们有老百姓说，哎呀，那2万不少了，还怎么的？多交点吧。这是你是低收入的，你这么想。那么其实个人所得税一个基本的是什么呢？调节收入怎么调节？是应该把最高层那部分拉下来。就现在挣的最多的，咱们国企有的老板一年上千万，心里这是重点的调整对象。而且财富收入不合理的，依靠手里的权力或者某种垄断带来的，咱们重点调节这个。那收入真是一年下来20-30万、30万的，你看在小城市挺多，那到大城市你看也不好干啥的，养个孩子这钱就够呛。而且这些人真是卖力气凭本事吃饭，总比那些贪赃枉法的有些靠着权力吃饭的人要强得多吧，这是。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税负这些东西不保护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中国社会中产阶级迟迟形成不了的话，对这个社会发展一点好处没有。咱们本来胡锦涛同志曾经在调节收入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当中指出中国应该是什么呢？关于收入提低、扩中、调高，就把低收入的收入提上来，扩大中等收入中产阶级，然后高收入进行调节。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应该主要针对高收入，而现在这样的我们看依然是针对中低收入。原先说低收入提高一点了，却把手伸到中等收入这块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没有改变原来个人所得税呢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一些不好的地方，等于原地踏步。而且这个国税部门呢和财政部的一些说辞呢也不能令我们满意。这不叫减税，你该给调整你不调整，就正常调整是你正常工作范围你该做的。好像减税意思我把这实惠都给老百姓了，我功德大大的，我不这样认为。而且你看他这种征收手段，因为马上下来呢，咱们的税收肯定要综合征收。综合征收就是你每个月的收入，你不论是稿酬奖金什么这个分红什么的，统一都算在一块，一笔账跟工资合在一块来收。那么综合征收呢，我们政府的征税的手段呢要有所提高。现在看这个手段在逐年的完善。那么综合征收之后呢，好多人的收入，比方说原先可能一个月说我工资上就几千块钱，其实你月收入在2万以上。
一综合征收都给你查到了，好，现在这个税率就对这个收入2万块钱以上的开刀的。你这一综合征收，你个人收入马上就上来了，突破2万了，就可以多收你了。所以其实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会因这个而减少，基本没减少，甚至可能因为这个有所增加。咱们税收谁说了算？财政部、国税总局，他们不断用各种文件来规范这个。其实这个不对，收税这方面立法这个事儿呢，不应该是由他们来出台条文，而是必须由全国人大来立法，然后通过这个审议通过，由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而现在呢，这立法呢由各个职能部门立，然后送到全国人大呢，还不是全体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通过。那么这个运作空间来讲，里边就有很多地方不能完全考虑到纳税人意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全国人大应该收回这种立法。原先立法授权给哪个部门来制定，不让他们拿回来。全国人大的这些相关的委员呢，来根据目前的老百姓的民意，再结合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状况，来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进行进一步立法。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加准确真实的判断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应该收多少。因为个人所得税本来就是一个谈判下来的税。西方国家讲税收是什么？是拔毛的艺术，从这大鹅身上拔毛，尽可能拔更多的毛，又让这鹅不感到疼。说白了，这个鹅和拔毛的之间就要谈判。比方说我们老百姓说，我认为不应该交这些，政府说得多交点，咱得谈判。现在是什么呢？没有谈判那方，老百姓坐不上谈判桌，所以这个不合理。那么把个税这种立法权由原来全国人大授予相关部门直接收回全国人大，恐怕是将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没法准确的反映纳税人的这种利益。另外再有一点，即使你收税这方面定的合理了，现在我们纳税人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为什么呢？政府所有的开支都是纳税人搁钱供养的，可是你开支不透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公布好多年了，可我们看呢，有的地方问地方政府这钱怎么花的，不告诉老百姓。你小老百姓问这个干嘛？不告诉你这是机密，以这为理由推搪。包括最近炒得很热衷的三公消费，三公消费公款，这个公款买车、公款出国、公款吃喝，好多地方把这钱列到政府的其他开支上。什么叫其他开支？没说明白，就是咱们不知道我们纳上这些税都花哪儿去了。假如我们知道说纳税花上去，说现在咱们国家要救灾，要发展经济，那我们多交点无所谓，支援国家建设嘛，每一个公民都有爱国之情。可是我不知道花哪儿去了，我哪怕去交1分，你在那白吃白喝了，你给弄去了，了得吗？那根本咱不知道他那钱。那国企是啥呀？国企不也是咱们纳税人的吗？要不怎么能叫国企呢？这国企随便花咱们纳税人的钱，你说还不透明，你来气不来气？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每纳1分钱的税，我们得知道花哪儿去了。现在这方面还不够透明，所以我是希望这个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这不是3000什么9级改7级，现在1审没通过，2审也不要通过，相关决策部门好好考虑考虑。我认为起码这个免征额起征点应该定到5000，而税制那块还应该有更多的放开的，然后把整体的税率降下来，让老百姓切实的得到实惠。在陕西省商南县县委门前的广场上，商南县第6次广场问政开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由于问政过程不合格，被县委临时召开的常委会决定免去疾控中心主任职务，而华中央当场掩面哭泣。这一幕迅速成为舆论传播的焦点所在。商南县搞的广场问政这种形式呢，这毫无疑问是在当前呢大规模推进群众路线教育的背景之下，就是在广场上呢，县里面各个部门的官员要在那儿接受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的来自各界的群众代表进行质疑，就说你这个任上现在的工作，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你怎么解释？我们需要你呢，就某些方面呢，做出一些承诺、表态或者
讲一下自己未来工作要都有哪些重心。那么这可以说是当面锣对面鼓的群众直接对领导干部的这种质疑。那么县疾控中心是在当天下午被问政的4个政府部门之一。那么当时呢，有代表就问到这个华中央，就说你这个疾控中心的疫苗管理是怎么进行的？这收了多少钱在经费上？这些经费管理到底有没有问题？这华中央承认了，说他的管理呢不是很到位，这个经费啊收的呀花的不是很透明，回去以后一定要整改。可是他刚说完呢，这县里边呢放了一段暗访的视频，这就我们经常在这个中央电视台能看到那种暗访的视频。这个暗访呢，访的是呢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这工作人员都承认说，我们收费收上来之后呢，疾控中心有小金库。你看这私设小金库，明显违背了这个财政纪律。结果当时现场的这个很多群众啊，看到这一幕啊，就很气愤，群众反响很大。然后呢，县委常委班子呢就地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呢马上免去华中央疾控中心主任这个位置。华中央被免职后掩面而泣的一幕，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起诸多关注和讨论。点赞广场问政，为广场问政喝彩。广场问政，别让情绪快意盖过行事公正。广场问政，不宜广场罢免。随后，许多人也纷纷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广场问政太赞了，其实制度完善好了，不用这样的行为在光天化日之下问政者，即便是作秀，也是好的开端。广场问政、电视问政，值得学习。很多媒体给予了高度赞扬。为什么给予赞扬呢？这个事情其实广场问政的出现，以及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它打破了长久以来我们官场一种不正常的生态。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呢，按照常理来讲呢，每个官员的权利呢都是人民群众赋予给他的，他要用这个权利来为人民服务。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呢，有的官员呢，只要把自己的上级让他满意，或者说我工作干得好，只需要给他看见，往往下边人民群众对你的工作成绩是怎么看的，对你的工作有多大意见，这个并不重要。2010年12月12日，有人在天涯成都版发帖，交警队长出牛语，我只为领导服务。帖子中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将与双流某交警的争执过程描述下来，并附上了一段事发当时的视频为证。你找队长单位你是为哪服务？为领导服务。领导重要是哪重要？你们说嘛？你再说一遍。领导重要是哪重要？你们说，你随便你说。一面是停堵在路口的百姓车辆，一面是即将抵达的领导车辆。有些急躁的成都双流交警梁某就这样怒吼着对为谁服务谁更重要的问题做出了他的判断。之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地公安局以方式简单、言语适当为由，将该交警停职处理。面对当事车主，梁某也道歉说，当时只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一时说错了话。但是对于他脱口而出的惊人之语，公众却更愿意理解为他只是不小心说了实话。那么这一次广场问政，它着眼点就在于决定你升迁任免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上级领导。所以他这个打破了以往官场的一些我们说不太正常的作风，这一点呢还是在一定程度来说呢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媒体很广泛的支持这次商南县广场问政呢，还有很重要一点，就这种当面锣对面鼓的形式，是我们现在政府执政过程当中特别需要的。你既然是为人民群众服务，那么你做的到底到不到位呢？人民群众来检验，而且是现场检验。这种直接面对的方式呢，
是最容易考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真真正正把工作装在心上，是否事无巨细的都关注到位了。你看以往我们经常看到呢，内部开会说搞个组织监督，搞考核，往往这程序固定，甚至每一关是啥大伙都知道，台上说台下听，有时候上台呢发表完讲话，下边怎么鼓掌，到啥时候结束，都是程序化设置好的。那么它不像眼下的这样一种状态，当面锣对面鼓的问你，这个对于那些浑浑噩噩的混日子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挺残酷的折磨。但是对于那些呢积极的为老百姓服务的好官来讲呢，他心里边事无巨细他都装着，他不怕你问，即使你问到缺点和毛病，他也有一套我们未来怎么应对的办法，能够说得服你。这是真正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好官员。可是我刚才说这些混日子的，他一定很惧怕这个场面，他搞假大空惯了，拿不出切实有力的东西来说服现场的群众。所以我说商南县这广场问政，这个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个最鲜活的写照，值得赞许。第二个就是我说的打破了官场按部就班的一切程式化的那种生态，加大了这种现场问政质疑的当面锣对面鼓的非常鲜活的问政方式，这是值得称赞。可是在一片赞扬声当中，我个人倒从这里头多多少少闻出了一点不太对劲的味道。为什么呢？咱们这是就事论事，不去把它扩大啊。你看首先一个，就这一幕在我看来安排的是不是有点太戏剧化了。你看啊，就最简单一个例子，这段暗访的视频，那肯定不是现场问政的时候有人送来的，说我刚暗访完新鲜热辣的你马上放出来，肯定不是县里边组织放的，说明县里头早就对疾控中心设小金库是了解的。那既然早就了解，为什么不早处理违背财政纪律的这个主任华中央呢？非要等到开一个大会群情激昂的时候再把它处理了呢？这是不是有必须要向群众做个交代啊？严肃处理，以对这个群众路线教育有一个鲜活例子，出于这样的一种安排呢？你看他的县委书记最后接受记者采访说，即使这是作秀也是应该的。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作秀也是应该的，那就说明你这次处理这个官员是什么？是运动式的、刮风式的。那么当地的一些县委工作人员解释说，当时开县委常委会就是啥，群众呼声太高了，一看现场把他免去吧，要不行了。那是不是群众呼声要不高，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呢？你这个说不过去啊，这完全不符合程序啊。就这个事情它违没有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能因为现场群众群情激昂就必须得处理？那不激昂就不马上处理了吗？我认为这里头很难摆脱作秀的成分，因为你当场免职他哭了，这个事情对内具备很大的震慑力，对外呢具备很强的宣传效果。说商南县动真格的了，你现场问政就罢免了，这群众路线教育执行的真彻底。你看我们真抓实干了，我们不是走过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这里边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啊！非那段视频事先都已经掌握了，怎么早不处理呢？非要赶到现场来处理呢？所以我说我第一点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的呢，这是不是人为安排的呢？第二个，这个事情说到底来讲，现场把这个华中央罢免有点违背程序。因为我们现在罢免一个正科级干部，原来他是党员干部，他这是走程序的，有一套程序的。民主社会必须要有法治和规范，就你县里边要罢免一个干部，那你得有相应走组织程序，怎么可能一个常委会班子临时开会说罢免就给罢免了呢？这都是违背组织程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要深究一下，这符不符合组织程序。所以这个问题我倒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在第三点，我认为最严重的是呢，广场问政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在看都由基层的老百姓来问政，这里边就出现个问题，
就老百姓往往是不专业的。你看咱们说服装设计有专门的设计师啊，主持人有专业的主持人啊，其他各领域都有专家。就我们往往具体办一些事都要信任他们，把握这个执政能力到底是什么水平，决定这个执政者能否上去或者下台，这也得有专业的参政议政的人员来决定。当然老百姓的感同身受很主要，但是毕竟他是个体化的，他提出的意见有可能只代表他个人很偏颇，需要由老百姓里边产生那些专业的能够参政议政的，就是我们常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专业参政议政的，他们的眼光比普通老百姓要高一块，由他们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议政。那你现在广场问政在一定程度来讲呢，等于回去了。古希腊那个时期呢，就是呢城邦里头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为了代表整个城邦利益，就选一个大广场，大家都坐在这儿，我说话不用麦克风你也能听到，我投票只代表我自个儿，我不代表你投票。这最早的民主政治，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后来人越来越多了，你这样弄的话效率低下，还容易穷吵恶斗，而且很容易被气场所操控。所以后来一点点呢，从人民群众当中选出那些优秀的具备政治眼光的能参政议政的人，他们来代表人民群众进行议政。你看在林肯当美国总统那时代呢，美国呢有一个国务卿叫这个施沃德，他决定720万美元从这个当时的俄罗斯手里头买这个阿拉斯加。结果美国人知道这事之后气坏了，说你决定就买了，我们花720万美金，国内形势这么紧张，我们买个大冰柜，冰天雪地的。当时施沃德就说，过了多少年你们会感谢我的。实践也证明这个政治家的眼光是非同寻常的。当时美国人眼中的这块不毛之地阿拉斯加拥有丰富的宝藏，森林面积达1亿4千万公亩，金、银、铜、铂、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储量极大。1896年，在阿拉斯加克朗达克地区的富矿脉，矿工们一锅就能淘出价值4美元的黄金。10年后，当地黄金产量达到顶峰，共获近3万公斤，价值高达2136.5万美元，几乎可以买3个阿拉斯加。据最保守估算，美国人得到阿拉斯加的头50年，从这块土地上得到的纯收入就超过7.5亿美元。现在阿拉斯加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占美国总产量的1/4，自然资源估计价值5000亿美元。今天总计地价约值3万亿美元。1941年，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1942年，又出兵占领距离阿拉斯加不远的阿留申群岛以北的2个岛屿。这时，美国人猛然意识到，日本人有可能借道阿拉斯加从北进攻美国本土。此时，他们才认识到那块遥远的土地竟然关系到美国的安危。阿拉斯加现在我们可以看，给美国得带来多大的战略利益和实际经济利益，但是按当时美国老百姓意见，那是绝对不能买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把这种需要政治眼光来判断的东西交给芸芸众生来判断，它的结果不见得。所以我说广场问政在一定程度来讲的，这并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么我们国家它有典型的代议制度，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应该支持再回过头来走广场问政这条道，而应该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就是对官员的一种监督，因为本来地方的人大是干嘛？就是监督地方官员的。所以我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大力提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种监督体制。何况党内呢还有组织监督、民主评议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如果这些方式能够把这种违规现象把关把住了，那何至于还用广场问政呢？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我说一定要先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监督功能。你看这方面我们国内呢有非常好的经验，像这广东省人大，每届广东开两会的时候，人大问责政府官员的时候，
往往现场的都是剑拔弩张。哎，你比方说经常问责某某一个行业，你把广东这个治理的怎么样啊？你把环保部门呢，是不是真正的污染都关注了？为什么有的地方还出现呢？是不是你工作失职啊？有的时候弄的呀，就是被问责的官员很难堪。但是正是这种难堪，知耻而后勇，促进这个部门改善自己的工作。你像广东省每年对于财政提出的预算，那是审了又审。开两会的时候，人大代表多次就财政预算问题问这个财政厅厅长怎么回事，结果这个过程一开始呢，使一些官员感到难堪，到后来呢，情况发生变化了。像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就不止一次的说过，说这样的话，人大代表来问责我跟他解释清楚，他再说，比我向公众解释更加有力度，更加有说服力。就说人大本来这种代议制度就是很先进的，用不着再退回到广场问政这样一种方式。人大要真正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在很多环节当中就能把握住。而这种广场问政呢，即使没有作秀嫌疑，它也是一种运动式的执法。就可能这波风刮过去了，你不可能把广场问政当做一种常态化吧，总这么搞吧。就像各地方曾经流行过一阵电视问政，发现电视那么短的转播时间也问不了太多东西，而且电视问政本身拿到一个舞台上来，有的官员还不适应，甚至有的质疑官员的群众代表都不适应。刘汉规范中小企业200家道歉。在这里，我向消费者深深的道歉。整改节目完了，我马上带队进行整改。今天是问政，所以呢，要把各位的不足、各位的缺点放到聚光灯下来炙烤，放到放大镜下去审视，目的是为了改正缺点，更好的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所以啊，各位区长、各位领导，你们要经得起拍砖。城管局这位负责人，您能不能给这些居民一个承诺，什么时候可以移走这座渣土山？我们尽快吧，尽快在下个月以内吧，把这个渣土清理干净。下个月以内还算尽快啊？因为今天这本月以内，本月以内只有几天哦。1周以内吧。2012年12月，凭借着自曝家丑的勇气，武汉电视台推出的电视问政在全国引发热议。与此同时，浙江省温州市的27个直属部门的一把手也正在经历一场类似的年终大考。像武汉、像温州这些地方采取这种方式来探索真正解决问题、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新的手段和方式，我想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其实是很难常态化的。就算你经常把这个频率越来越高，其实这种电视问政的这种组织起需要很高的这种制片的这种成本投入，因此我们必须要依靠问政的这种制度。它并不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常态，只有像人大代表监督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才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一种常态，应该大力推广。所以我说，广场问政这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我认为正常的推动力量应该在于促使我们地方人大真真正正的肩负好监督的职责，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它的真正主旨在于呢，推动人民群众来监督我们的政府，让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如果仅仅停留在表面形式上，我想很可能就偏离了这个群众路线教育的一个主旨。我们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监督武器应该说足够了，关键是在现实层面能不能得到真抓实干的落实。所以群众路线教育重点是有一项任务，要抓这种监督形式是否能落到实处。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上南县广场问政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